哎，郎君到了书院，要好生读书，别惹学究生气。若是觉得累了，就再坚持坚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顾兄，久违了。哦，玉茹妹妹，不知可否一叙啊？你去便是了，不需要经过我同意。多谢郎君。玉茹妹妹，谁呀她？凭什么这么叫？人家是青梅竹马，倒也不足为奇吧？你谁的人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听听他们说什么呢？你快点。玉茹妹妹，过得还好吗？一切都好。可是我听月儿说，你下嫁到他们顾家是被逼迫的。他顾家势力再大，也不能强娶啊。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，定要告诉我。当日是玉茹愚钝莽撞，错把良缘当作凶险，让叶公子误会了。你跟顾兄是良缘？是。郎君与我是天赐良缘。若真是天赐良缘，你怎会提着刀去青楼找他呢？玉茹妹妹，我知道你生性怯懦，若真的受了委屈，你定……叶公子，我生性并不怯懦，也没受什么委屈，更不会忍辱负重，让叶公子挂心了。玉茹妹妹，叶公子，如今我家主人当称顾少夫人。说得对，是我失言了。叶公子，还未恭喜你秋闱高中。那也恭喜顾少夫人燕儿新婚，恭喜！多谢。聊完了，聊什么了？没听太清，就听见了一个什么恭喜高中。高中，高中有什么了不起了？你看他那个德行，这玩意儿最坏了。聊完了。啊，那你去铺子吧，我上学去了。郎君，不问问我方才聊了些什么？有什么好问的？那就好，那我走了，好生读书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会让你恭喜我高中。不是我，公子绝对没有让我去偷听您说话，都是他自己猜的。我一猜他就说这个。是，那是自然了。哎，玉茹，你心中的好男儿如意郎君，是不是非得高中啊？那倒也不是。可你从前很欣赏叶传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你既已是我郎君，
那便是缘分使然。不管如意或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你不用和旁人比。无论如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是不是说嫁都嫁了，凑合过呗？即便心里不满意，然后嘴上也就不说，是吧？好像是这个意思吧？勉勉强强的嫁给我，真没意思。公子娶她不也是勉勉强强？扯平了。顾兄，顾兄，你我早就相识，同窗一场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就别讲。哎，行吧，那我就直言不讳，不兜圈子了。你自小随心所欲，不拘小节，可如今已成家为人夫，是不是应当修身自律，善待尊夫人啊？我和我夫人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尊夫人与佳妹是手帕交，也深得祖母厚爱。我呢，也算看她长大的。若是因为她嫁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她既然嫁给了我，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会把她视为心头肉、眼中珠，我会把她视作我的命。她若是想要，就算是星星和月亮，我也会摘下来给她。叶珊，这论读书考取功名，我是不行，可论如何为人夫君，还轮不着你教训我吧？哼！告辞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孟夫子这句话是说，人在少年时会敬爱自己的父母，等长成了少年，情窦渐开，便会怀春动念，恋慕美丽的女子。笑什么？没见识！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知慕少爱，乃是大雅。顾九思，顾九思。顾九思，先生，啊，心猿意马，魂不守舍，胸无点墨，还不好好听课？你，给我上来，把这一篇背一遍。孟子，行了，知好色。今日若背不出此文，给我抄20遍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有妻子则慕妻子，士则慕君。不得于君则热衷，大孝忠慕父母。50而慕者，与于大顺，见之矣。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顾九思这话全都会背，还一个字都没错。
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他的夫人会耍大刀啊，就是他肯定吃了大苦头啊！你背下去，顺往于田。顺往于田，则无既得闻命；豪气于民，天于父母，则无不知矣。公民高曰：“是非而所知也。”夫公民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甲。我竭力耕田，公为子之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爱，与我何哉？好，太好了！来，玉茹，你多吃点儿。多谢娘。对，多吃点。近几日生意上的事儿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哎，那就好。咱这儿媳妇儿啊，真能干。是啊，咱们两个老的操心了半辈子，将来总算有指望能省点心了。哎，玉茹，再尝尝这个。来，玉茹，吃个排骨。玉茹啊，来，吃块鱼。你近来读书怎么这么认真？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抓到你偷懒。不行啊。行自然是行，但是人突然转了性子，总有个缘故吧？那我自然是有缘故，那我也不跟你说呀。你这傻笑什么呢？心浮气躁，有好事啊？是挺好的事儿。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，还是桩大生意。幽州来的商客，一出手就是8000个牛角，2万件革褂，6万件短皮衣，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。我估摸着是1周的军需物资。这样的好事，由我一个人全权经办。哦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光这首单，你猜能挣多少纯利？多少？3万两。嗨，3万两还嫌少？3万两，那也就是小爷半年的零花钱。那能一样吗？你那是爹娘给的，我这个是自己挣的，能比吗？你这不还没挣到呢？你觉得我挣不到？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相谈甚欢，很快就会定下来的。你真就觉着这生意这么好做？我跟你说，单子越大，变数越大。6月天伤可怜，谈得再好，说变卦就变卦。一日不纳定金，这事儿一日就定不下来。就算是纳了定金，要是盘算错了关节，到期交不了货，那别说是赚钱了，还得倒贴人家去，还挣3万两。
不给家里面赔钱就不错了。那就算是这样，只要我努力，办法总是会有的。别说是3万两了，就算是10万、100万，我也能挣。我有信心。100万？哦，有信心是好事。哎，哭了？不是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你我根本就没信心。啊，没信心就哭？那我不想赔钱，这么大一笔生意，这让我赔我怎么办？哎呀，赔就赔了，咱们俩有的是钱。我不想赔钱，我想挣钱。挣，把这个钱都挣。可是我又怕我做不到，他们看我年轻，都不听我的，也不配合我。这几日我上门询价，连个人都见不到。那你今日为什么不和你娘说实话？他只要一开口，那些老掌柜都不能懈怠。不能一上来就让娘替我出头，这样他们以后更不会服我了。还挺有志气。这不是有志气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呢，想证明自己，怕娘亲失望，所以就逞强了，是不是？你呢，希望自己能行，是块经商的料，但毕竟没做过，心里直打鼓，是不是？你呢，希望别人心里踏实，就装作自己能行。那这牛吹出去，事情又做不了，没法收场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谁没个赶鸭子上架的时候？我不是也是一脑热就答应你要抛弃功名吗？是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。原来你今日这么用功读书，是为了我，怕我失望。也不能这么说吧。大丈夫嘛，就要一言九鼎。其实以前我学业不差，再温习而已。顾九思，谢谢你。刘若，咱们要不要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就赌你当上柳老板，赚他个100万两；我呢，金榜题名，考中解元。你中解元？怎么了？你不信？信？其实不太信。不信就赌啊，看是你先赚上100万，还是我先考中解元。赌就赌。这样，咱们呢，谁先达成目标，谁才有资格提出和离，怎么样？这赌约总得有个赌注嘛。好，我一定早日挣到100万。也不急，慢慢挣，慢慢挣。顾九思，你别小瞧我。我哪敢小瞧你啊？那全扬州城谁不知道我顾九思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你这大刀女侠。
你不仅会用刀，你还会哭啊！一哭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我听见这水流就想起你那哭泣的眼眸，我真是落下病根了。行，你中解元，我挣100万，说定了，击掌为约。好，击掌为约。